1月6日，在美国总统的号召下，大批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导致流血冲突，而事情也正朝着他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对此，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件事冲击美国文化、身份认同和世界观，美国或将爆发内战并解体。而特朗普最近的欲盖弥彰的动作，似乎加深了这个猜测。最近，美国会众议院以煽动叛乱罪通过第2次对特朗普的弹劾案，这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在这前一天，他却前往德州参观美墨边境墙。媒分析，他这一举动是在炫耀他的功绩。不过，他还放了句狠话：终止我的政策将给美国带来真正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访问德州后，据商业内部网站报道称，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凯尔·彼得曼宣称，他指责民主党窃取了大选果实，目前正在推动德州的脱美全民公投，并强调已经有几个州也对联邦政府不满，都想要参与脱美动议。目前该消息未得到证实，但德州确实一直都在闹独立，并且也是最有能力独立的州。事实上，自德克萨斯州加入美国联邦以来，就一直在闹独立。为什么呢？从历史层面看，德州本来属于墨西哥，但在1836年德克萨斯地区宣布独立之后，在1845年宣布正式加入美国，但在这几年后，德州又投票成为第7个脱离美国的州。然而在9年后又重新回到美国怀抱，多次左右横跳，导致德州的归属感并不强。到现在还有德克萨斯民主主义试图独立，该组织主席米勒就曾提过希望进行脱美公投，甚至宣称英国脱欧对德州是一种启发灵感，也是一个好榜样。其实在去年因为疫情期间联邦政府的糟糕表现，导致各州对联邦政府颇为不满，当时也有几个州闹独立，但后来没有结果了。而德州想要独立是很大有底气的，德州年度 GDP 居全美第2，包括农业、能源、电子、石化、航天、生物医药等产业都很发达。此外还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和化工州，这些优势足以成为与美联邦政府叫板并独立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德州一向是共和党票仓，人民立场相对保守，比起拜登更倾向于特朗普。这么一看，特朗普到访德州似乎不只是为了看边境墙。在1月12号，中国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公布画面中，有2款被大红幕布遮盖的神秘装备，而且还首次标明了准确时间2021，我们期待。一个是前不久空军也在暗示的下一代隐身轰炸机轰20，从幕布轮廓看，采用的是背部式进气道和飞翼布局设计，而另一个可能就是第3艘航母。在幕布下也能知道，这艘航母是平直甲板，而不是沿袭辽宁舰和山东舰采用的滑跃式甲板。003航母可能采用的全甲板模式算是很大胆的尝试了，这是因为有我国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的保障。外界多次猜测，电磁弹射器和新型舰载机将成为中国航母的标配，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次的焦点全在奇特舰岛上，幕布后部的凸起应该是舰岛，而且这个舰岛面积要小很多，并且舰岛很靠后。这样的设计究竟有何好处呢？美国航母的舰岛就是逐渐后移，这本来是影响舰载机降落的，但是舰岛本身也在缩小面积，形状也在优化，也就抵消了舰岛后移的不利影响。而舰岛后移本身具有极大的优势，比如福特级。福特级相对于尼米兹级后移了30米左右，美国一直对福特级舰岛后移评价很高，称这是飞行甲板的一场变革。福特级后移空出了前方大量空间作为集中的航空保障区，而辽宁舰受制于原始设计，需要把舰载机到处拉才能完成保障，不仅效率低，还影响舰载机起降。而且舰岛设计靠前和靠后是根据舰载机和操作舰体的侧重不同来决定的。如果想要方便操作舰体，就越前越好，但指挥舰载机起降越后越好。美国航母吨位大，载机多，强调航母飞机出勤率和回收率，重点在舰载机作业，所以舰岛滞后。这样就表明003航母将侧重于舰载机作战任务，同时电磁弹射也是加强舰载机起降效率，舰载机就是航母战斗力的延伸，这将是一艘真正强调实战的航母。之前美国卫星观测长兴岛发现003航母正在船坞中组装，同时海南三亚的海军基地也在扩建足够容纳大型航母的船坞。此外，南华早报还透露，第4艘航母所需的特种钢材都采购完了，舰体的部分构造已经开工，这种航母建造速度确实惊人。
不过，海军需求是根据我国周边局势而定的，面对围堵，海军发展刻不容缓。在美国国会大厦遭到冲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账号先后被封。有趣的是，还没等特朗普封杀 ，TikTok 就先把特朗普禁了，可以说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在特朗普四处碰壁时，也让外界对美国始终宣扬的言论自由产生了质疑。对于这件事儿，西方社会开始掀起了反对浪潮。法国突然谴责美国社交网络巨头试图控制公共讨论空间，对民主施行暴力。联合特朗普一向不对付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发声，认为对特朗普封号这一做法有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一方面欧洲社会似乎是在鼓舞特朗普和其支持者，增强他们对抗美国建制派精英的勇气；另一方面可能是故意添乱。德国作为第一批工业化领头国家，2次大战都被美国摘了桃子，而一向高傲的欧洲国家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威胁的阴影下，怨气日积月累，站在道德高地，貌似说着公道话，实则是进一步拱火。不过从更深层面来看，封杀一国总统的言论自由问题确实很大。实际上，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对这些社交网络巨头影响公共话语权的担忧。欧盟专员布雷顿指出，一名公司 CEO 能够在没有任何制衡的情况下突然关闭美国总统的话筒，这令人迷惑。我们不能留着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来决定我们该讨论什么，不该讨论什么。今天能封特朗普，明天就能封欧洲某个领导人。西方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说明，言论自由是有选择性的普世价值，最终还是资本的利益来决定。对此，也有德国人指出，现在才想到中国网络建墙实在充满智慧。事实上，虽然欧盟一直都防着美国寡头，但这次是真的被吓到了，发现社交媒体几乎已经被垄断，而自己又没有拿得出手的平台。在去年6月份，欧盟议会公开报告中就出现，欧洲打算建立欧洲网络防火墙，和中国的防火墙一样，欧洲防火墙将阻断来自外部第三方的非法访问。而美国人似乎还没意识到，封杀川普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甚至拥有了裁判权和执法权，直接把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的矛盾摊开了。但美国大部分民众还在为封杀特朗普账号而欢欣鼓舞，就像特斯拉首席执行官、新任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所言，美国西海岸科技公司们已经成为言论自由的裁决者。